现在芋头真的很丢席，停不下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芋头瘦肉粥，而且是一锅到底。Hello， 大家野菜认路，我是诺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芋头瘦肉粥。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啊，学校旁边有一家那种小摊位的芋头瘦肉粥很好吃，推着那种车子。对，然后只要是冬天，我每天早上一定去买，然后吃完之后就是整个手脚都暖乎乎的，很舒服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来分享一个纯素的版本，而且是一锅到底，一样香浓好吃。一锅到底哦。那开始之前啊，先跟大家分享，现在我们的网络商城里面啊，除了可以购买到我们野鹿食语的产品以外，还可以购买到我们喜欢的蔬食产品。那之后啊，如果有遇到不错的品项啊，我们也会持续的找厂商洽谈，让大家可以一次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哦。那购买链接跟我们的官方客服也都会放在下面的置顶留言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好，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芋头、金针菇、红喜菇、老姜、冻豆腐、芹菜跟干香菇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泡好水的干香菇把它切成条状，然后呢，红喜菇我们把蒂头切掉，稍微剥一下，然后金针菇呢，我们切成小段状。再来呢，我们把老姜切成末状，然后芹菜呢切成小猪状。小猪？对，小猪的那个小猪。把芋头切成块状，然后冻豆腐呢，我们用手把它剥成小块状。那芋头啊，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削好皮了，因为这个呢，我们是请市场老板娘帮我们削的，所以大家去市场买的时候可以询问看看，就是可不可以帮我削好皮，这样你回家你就不用在那边戴手套啊，然后手很痒啊这样。好，戴手套手就不会痒。戴手套啊，或是没有戴手套手很痒，这样好。料都备好之后啊，我们就开始一锅到底，准备一个汤锅，然后倒入一点植物油，先把我们的冻豆腐煸到金黄色，一定要煸到它有点硬硬脆脆的哦，这样才会像绞肉的口感。对，就是像瘦肉的口感。然后现在冻豆腐啊，已经煸到有点，就是它已经是脆的啊，硬硬脆脆的，旁边都已经看得到那种脆块的感觉。对，酥酥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真的可以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放入金针菇跟红喜菇，一样把它煸到金黄色。它其实有点代替那个芋头瘦肉粥里面会放的油葱酥。对，它会有一个很鲜很鲜的味道。豆腐跟菇啊都是比较容易吸油的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油不够啊，中途可以再补一点油，没关系，它就会煸得很漂亮。现在已经炒到整个金针菇已经变成这种棕色了，而且它味道极像虾子、螃蟹，然后有一点油葱酥的味道，真的很鲜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就把老姜老姜，然后干香菇跟芋头一起放下去炒。
那芋头的部分啊，有2种做法，可以依照自己个人喜好。如果喜欢吃里面粒粒分明的，就可以先提前气炸好，或是你先用煎的把它煎到外面金黄色，然后再它会有个保护膜的概念，对，它就不会化在里面。那因为我个人喜欢吃化在里面的，所以就是稍微炒一下之后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加水煮，它就会整个是很绵密的跟粥融合在一起的。对，这就是看个人喜好。炒香之后啊，我们就加入酱油、胡椒粉跟五香粉，然后一样把它炒香。好，调味料炒香之后啊，我们就放入洗好的白米。那当然你要用糙米啊，或是五谷米啊，也都可以。那就是生米下去煮，才不会胀气。对。看起来好像在做油饭。将米稍微拌炒一下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水。那我这边是1杯米，我会兑到8杯的水，然后刚刚的香菇水啊也要倒进去。香菇水也算在那个8杯里面吗？其实可以算，可以不用算，因为它的量不会很多。水加下去之后啊，我们就盖上锅盖，让它煮滚。然后煮滚之后啊，我们再计算20分钟，让它去熬煮。现在已经煮滚了之后啊，我们就把火调成中小火，让它继续熬煮20分钟。然后记得中途的时候要稍微搅拌。好，现在已经熬煮20分钟了，它的已经是浓稠到不行的状态，然后就稍微搅拌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加入一点盐巴，依照自己的口味。我是觉得其实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咸度了，对，就是稍微再提一点点咸味，然后再稍微搅拌一下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盛盘。之后上面再撒上一点芹菜末、芹菜珠，就可以享用了，热腾腾的，很香哎！开动！开动！好香哦，超香！刚整个屋子都是芋头味。我真想讲，整个屋子都是这个香气。现在芋头真的很有席，而且我们刚好在台中，大甲很近。大甲芋头比较偏松，咬到那个冻豆腐，你真的会很像绞肉，而且是很好吃的绞肉。然后因为我这个比例啊，白胡椒粉比较高，不太敢吃辣，你的白胡椒的量就稍微再减低一点。最后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网络商城的部分啊，对，就在我们下面的置顶留言。那目前野鹿食语的料理包都有在做买2送1啊，焦香油辣子的部分是第2件半价，减不下来。胡椒粉真的也要先炒过，那味道层次感不一样。好，那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